富饶地，一朝蜀汉贫困起，无业瘴气苗瓤起，无父无君无法纪，为非作歹有天比，修得当手皆福利，媳妇一死也就齐。一位无头僧人正在吹拉弹唱，介绍着这个凄凉之地发生的故事。要想了解这首诗，弄懂这一关的剧情内容，我们需要从引神图中的故事开始说起。我是你们的啾啾，本期给大家带来黑神话第2回风起黄昏黄风岭相关的剧情。在沙国王父子的介绍中提到了斯哈里国，没错，斯哈里国正是这一关天命人会抵达的地点，而且会与隐藏 BOSS 副本进行战斗。首先我们来聊聊第一句歌词包含的故事。黄风岭800里，曾是关外富饶地。斯哈里国因受副本入侵而困扰，在小妖熟弩手的剧情中提到，平定副本的战争时，斯哈里国曾组建过一支四羽军，他们用的是连发数箭的龙骨连弩和扎穿铁板的四羽大杆。弩手们拿到兵器时非常振奋，他们讨论着要怎么利用手上的武器结合自己的刻苦训练去打败副本，两相加持必可一战告捷。然而他们产生了战术中的矛盾，有人说先射副板的眼睛，有人说先射副板的脚，争论起来没有结果，众人决定以此为赌，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结果真打起来就不是这样了，众将士大败而归，就没有两支箭射在同一个地方了。这是原话。天下大事，兴齐则无有不胜，兴散则自取其败也。最后黄毛雕鼠平定了灾害，国王十分敬重他，将其奉为了国师，不论朝政大事民生细务，必先征其意见，听其看法。国王有3个王子，大王子在副本大战中军功累累，被封为鹦鹉将军。黄毛雕鼠被封为国师之后，在他的控制之下，国王颁布了禁鼠令，全国上下以鼠为天佑之物，不可扑杀，违者监押，国王亲审。此令一出，方圆100里的鼠妖俱往流沙国迁徙。其实百姓与群妖混住，多有不协之事，但惧怕国王法令，只得暗自忍耐。是时，翰林院学士们发起联名上书，谏言国王修改法令，将鼠妖迁居城西南角安置，让百姓能够享得太平。翰林院的一位老学究在百城联名上书之日卜得凶卦，于是就让自己的下属跟自己一起告病回家。但年轻的弟子们毫不为意，在老学究刚刚步出皇庭，自然是被御林军扑杀。多年以后，皇帝也不参加早朝了，整个国家被国师黄毛雕鼠操控。某一天，这位老学究照镜子，竟发现自己的脸也变成了老鼠的模样。此乃歌词的第2句，一朝鼠患凭空起，乌烟瘴气渺人迹。要说这第3句的歌词，无父无君无法纪，为非作歹有天辟，就要说回大王子的故事。在妖怪头目沙大郎的故事中提到，大王子因阵前有功，被封为鹦鹉将军，正是春风得意之时，结果却被一个妖怪国师抢了风采，内心极是不满。他借着鼠妖作乱为由，四处拉拢朝臣上书，要夺了国师的权位。这天正值国师的诞辰，看到举国上下都是国师的雕像，二话不说，当众掀了香案。国王一怒之下，将大王子下了监牢。这个老鼠国师呢，还替大王子说好话，这不说不要紧，一说吧，国王越来越觉得这个大王子不像人。另一头，监狱里的大王子可就惨了，刚开始还很倔，后来被折磨得直求饶，但是呢，心里呢还是非常的愤恨的，下定决心出去以后就杀光老鼠。这天迟迟没有等到监狱的饭菜，正在他疑惑的时候，牢房里的锁头开了。带他出去一看，那外头往来穿梭的侍卫大臣没有一个人模人样，都是些穿着衣袍的老鼠。就在他以为国师这只鼠妖篡了皇位之时，闯进了父亲所在的宫殿，一只矮矬的老鼠以其父之声叫唤了他2句，在他眼里，这必定是一只假冒父亲的鼠妖啊！大王子一把夺过侍卫的刀，劈向了国王。殿内乱作一团，只有鼠司空抬了面铜镜，让大王子自己看看。结果大王子才发现自己也变成了一只大老鼠。再到后来，大王子得了癔症，7情不全，6情难忍，只得关起来幽居不出。沙王子揪心棘手，幸而他还生了2个儿子。3儿子呢，饱读诗书，喜欢佛法，可是父亲颁布的禁鼠令的操作让他有点看不明白。看到国王斩杀一批上书的大臣，发现没救了，赶紧就跑路了。现在国王身边只剩下了2王子。2王子天生神力，但有些憨憨傻傻的。以前老爹最不疼他，现在偏偏只剩下他。
此乃第3句歌词：无父无君无法纪，为非作歹有天辟。幸得大圣借佛力，邪风一时眼睛奇。最后这句歌词呢，就是对应取经的时间线。这里我们就要回到原著了。取经人路过之后，黄风怪手下的虎先锋用计将唐僧抓入了洞府，然后呢，这虎先锋就被孙悟空和猪八戒给打死了。但这黄风怪是有点本事的，孙悟空搞不定他，听说他害怕灵吉菩萨，就把灵吉菩萨给请了过来，用飞龙杖降服了黄风怪之后，救出了唐僧。没错，以上就是开场时这首歌隐藏的故事。那既然都说到这里了，后面的剧情我们也粗略讲一下，再开始天兵人的时间线吧。多年以后呢，黄风大圣回来了。回来的第一件事，他就遇到了麻烦。虎先锋的2个儿子找上门来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原著中，老的虎先锋已经被悟空给打死了。但没有让他想到的是，虎先锋的膝下正好有2位儿子，这里呢，我们称他为虎哥和虎弟。在虎先锋的图鉴中有提到，黄风怪不在的日子里，2个小虎先锋痛定思痛，仿照着父亲的模式管理着山中的妖怪。但是呢，这次有了新的规矩，不能随意的祸害生灵。虎哥呢，甚至还定好了护送过路好人的规则，不然下次又惹到什么取经2人组，2条命都不够用的。然后呢，又因为特别正义，管得特别好，虎兄虎弟还被村民们供奉起来，大家叫那位大的叫做虎神。那虎弟心里就不服了，怎么我也管事儿，我看起来就像跟班啊！每提及山中之虎，大家想到的都是虎哥啊。俗话说得好，一山不容2虎，这一来二去的没有我虎弟的位置了。但他呢也不好说什么。然后因为这个时间段大力发展基建啊，当时整个山上面的管理和建造，那么找了一个大石精来帮忙。没错，就是这一关的这个 BOSS 大石精。那小虎先锋，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虎弟，他听闻黄风大圣回来了，嚷嚷着要杀黄风大圣为父报仇，怂恿虎兄赶走鼠妖。虎兄觉得有理，应承下来。结果呢，2个送人头都打不过，虎哥只能俯首称臣，并且求着黄风大圣饶弟弟一命。黄风大圣也不计较，正好缺人手，就封了虎哥一个虎先锋的称号，还赶走了虎弟。这下虎弟更破防了啊！先锋也是哥哥的，自己还要被赶走，然后呢就负气出走，永远不回来了。但虎先锋啊，就是虎哥的视角就不太一样，他呢也很受委屈。这可恨的黄风怪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上次呢让我爹去抓唐僧，害我爹死了；这次呢害我弟跑了。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天上有人为那雕鼠撑腰，所以他只能每天吃个几只老鼠泄愤。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大家肯定会好奇啦，虎弟离开虎哥之后去了哪里啊？其实虎弟就是本关遇到的疯虎。虎弟离开虎哥之后，一个人无依无靠，只得住在井底。他渐渐接触了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仿佛内心也变得冰冷了起来。然而有一天，一个人闯进了井底，他见这人有几分胆色，就与他对话起来，了解到这个人是为了给儿子治病找菩萨。听到这一说法，虎弟明白这是因为风沙肆虐导致的风疾。他突然想起了当年虎哥被人们称为虎神的事迹，或许是心里动了恻隐之心，或许是为了圆自己当年没有被人们称为虎神的遗憾，也或许是自己渴望可以受人尊敬，他选择了救助这个可怜的小孩。他拿起了兄长送给他的宝贝葫芦，里面的酒水可以救人一命，而且还真给治好了。这个小孩起来之后就把虎弟当成了英雄。虎弟叮嘱父子俩以后要经常来喝葫芦，然后呢这个小孩也每次带着一大堆人来，围着虎弟虎神虎神的叫。虎弟呢也非常的开心，陪他们一起玩，最后干脆连葫芦都送给小孩了。但是有一天，小屁孩和他爸爸再也不来了，虎弟呢就找到了村子，结果发现村民们都被屠杀了，那个陪他玩的小孩还被放在了村口的棺材里，胸前还挂着他送的葫芦。看来临死之前，小孩都还惦记着虎神。虎弟扛着棺木回到了井底，继续练功。再等等吧，等我足够强大，一定会替你停下那该死的风沙。黄风怪回来之后，发现黄风岭上竟然生出了很多的石头精。原来啊，当年在被灵吉抓回之前，他们把佛头石怪的精魄分给了2位山神，山神分而食之，竟然有了人心和人形。这2个山神呢，就被称为石父和石母。那既然好不容易都回来了，黄风大圣就找石母，结果石母没找着，找到一个大石头精。哎，没错，就是之前帮虎哥虎弟搞基建的那个。结果就被一群石头给拦了下来。这一拦不要紧，黄风怪心里认定了这个大石头精将会是个祸害，于是让新上任的虎先锋铲除此物。那这个时候，虎先锋听到黄风怪铲除大石精的命令呢，就不太愿意。那好歹是帮忙一起建设过山上的同事嘛，对吧？就去找这大石精说好话了啊，不如咱们一起归顺这个黄风怪，做个石先锋什么的。石先锋呢也就答应了。
那这事儿呢也算完了。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在黄风大圣1的隐身途中回来的时候，众人发现黄风怪的手上竟然捏着灵吉菩萨的佛头。大家在游戏中看到的黄风怪是拿着佛头的，这个人有多变态呢？时常拿着佛头喃喃自语说：“师父常说永远要我陪在你身边。”病娇是吧？黄风怪归来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沙国为了复国，带着剩下的国民投入了黄风大圣的麾下，这其中也就包括了他的憨憨二王子。那这个黄风大圣呢，觉得二王子有几分神勇，不用白不用，好歹也是个战力嘛，也就把他收下了。这虎先锋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对黄风大圣太恨了，每天都要吃几只老鼠泄愤。但大家要知道的呀，沙国的人可都是变成老鼠的样子了，也就是说这虎先锋每天都是要吃几个沙国的国民。黄风大圣不在的时候，那更加是肆无忌惮。不过幸好二王子的战力还在，稍微能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这天黄风大圣打算闭关修行，他命令石头精修几条沙道，每个沙道都有大门锁住，需要秘符才能开启，并且他命令虎先锋和那石头精两人各拿一道秘符，只有2个秘符合一才能见到他。没过多久，天命人来到了这里，画面一转，此时我们的天命人正被弓箭插成了刺猬，倒地不起。小施主来此的目的，老大多少猜到几许，心急吃不着热面皮，暂且助你一臂之力。只见他手指轻弹，天命人身上的箭矢与伤痛一同消失。小心路上再落得一身骷髅，可没人救了。无头僧就此消散离去，但他的声音依然在提醒着天命人该如何走接下来的路。所谓是成败生死莫讲理，不强走那正道才有戏。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做这些视频的时候，已经有小伙伴通过科技的手段打穿了所有的 BOSS， 达到了坏结局。网上呢也是有很多主播博主通关了1周目，大家开始回来寻找通关真结局的细节。那这句话以后会不会预言着什么呢？刚步入黄风岭，右边的高坡就有许多个鼠射手等着天命人，几个射手互相掩护，且一射就是一连串，想必前面的刺猬天命人就是他们的杰作了。来到沙门村，发现正面被重兵把守，强行突破可能又要被射成刺猬，不强行走正道，往下找小路，遇到了虚狗。虚狗求助天命人找回被小蛙吞走的丹方。这所谓的小蛙不就是波里格浪的哥们儿浪了一个波吗？他会灵活甩动雷属性的舌头，不仅能打出扫堂舌，还能在水面打出超远程距离的雷电攻击。但这种时候肯定拦不住天命人，很快就败下阵来。作为报酬，虚狗帮天命人解锁了炼制丹药的能力。接下来一路上的鼠妖来历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这些人都是曾经沙国的国民。找到了从侧面进入沙门村的缝隙，在这里天命人发现了被绑住的老马，他将要被这里的鼠妖送去卧虎寺上供给大王，但老马却非常自信的让我们不用管他，他自有办法。 OK， 那我们就继续探索。没走几步遇到了地狼，地狼本是将军儿子手下的狗，因一次一无所获的打猎被他的主人怪罪，并命令士兵将其打死。心疼狗狗的士兵把它葬在了一片长满灵芝的野地，并诵经。没想到那片地方反而经常传出狗叫，吵得将军儿子亲自前去查看。挖开土发现狗还活着，身上还长出了坚硬的触须，也就是现在的地狼。他看见主人异常激动的直接扑了上去，结果直接把主人给扎死了。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呀。通过躲在村里的鼠妖，天命人得知这里的鼠妖是跟着国王来此，想复国，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剧情。现在呢，只落得一个自相残杀为食的悲惨下场。并且有趣的是，他们还想找到下落不明的3王子，没错，就是离家出走的那个。推开一扇门，天命人见到了沙国王和他的儿子沙二郎，他们正商讨着要狗到黄风大王离开谷底。谈话间，他们注意到了天命人的到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这个二儿子偏憨，动作缓慢，是大锤砸击，而沙国王呢则非常的灵敏，上蹿下跳丢石的远程攻击。天命人以1敌2，利用走位，甚至还能让他们互相残杀。不过这里根据打败的顺序会有不同的分支剧情。沙二郎的攻击大开大合，非常好打，但是先打倒王子呢，国王就会逃走。那如果先打死国王的话，沙二郎就会进入狂暴模式，非常的难打。总之，天命人还是最终战胜了这对父子。此时开局的无头僧人再次出现，献上了一首精致弹唱。那之后他也是给出了接下来旅途的提示。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必须要先讲讲天命人来之前的故事，因为要见到黄风大圣，还需要先拿到虎先锋的符。继续深入向前，天命人在一个高坡上丢下了沙国王的血肉，引来了沙大郎。这时他已经疯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前面在击杀沙二郎之后放任沙国王逃走，
他也会在这里呼唤大狼，试图为儿子报仇，结果反而被失了智的大狼一口吞下。大狼曾经在讨伐妖魔中屡建奇功，但是接受不了自己变成老鼠的事实而疯掉，也因此他并没能给天命人造成太大的麻烦，反而是战斗中大狼摔裂了一旁的墙壁，顺着裂缝，天命人进到了一个空旷的山洞，在山洞的壁画上有悟空拜师菩提老祖的画面，并且我们得到了飞龙鳞片。回到沙门村，天命人来到了邪魂崖，沿路上能够看到很多掉落在地上的佛头。很快，天命人遇到了由散落在地的石块组成的石先锋，近身能力非常的强，双手砸地便能引得周围连续地震，需要保持距离用戳棍进行输出。石先锋还能召唤出多个小石头人进行远距离冲击，必须要集中且掌握节奏才能闪开。可以说他的招式是又快又慢啊，血还非常的厚实。费了半天劲打倒之后，我们得到了10之力。来到卧虎寺，进入寺门，台阶上横尸遍野，我们打坐观望，映入眼帘的又是四周的佛像，虎头雕像完好无损，而其他的佛像均是无头。镜头中央，虎先锋正在血池中享受着，第2道符正是在他的手上。原来之前的鼠妖下载供奉的便是这只虎先锋，这里可以得知虎先锋强势吃老鼠的行为已经让老鼠们下定决心供奉消灾了。虎先锋堪称天命人杀手，传说3刀可以干碎所有人的大圣梦，轻则卸载游戏，重则砸碎手柄。他甚至还会隐身瞬闪的攻击。经过无数次的轮回，天命人还是掌握了虎先锋的进攻节奏，将其艰难战胜，保住了手柄。此时无头僧人再次出现，帮助天命人获得了铜头铁臂的法术。在背后的无头佛像面前有一个需要10之力的机关，放上去之后，血池之中升起一个巨大的虎头，吸走血池中的血水后，将开启一个暗门，沿着虎口一路向下，地道两旁的佛教壁画和深处的鼠头佛像透露出熟悉的诡异感。在尽头的出口，我们再次见到了正在炼丹的虚狗，这次他赠予了天命人玲珑内丹。经过一段黄沙大滑行之后，我们再次遇到了无头僧人。照例他在弹唱中给出了忠告和提示，此时获得了新的法术身外身法，可以变出多只毛猴参与战斗。狂风呼啸声愈演愈烈，深入探索。回到邪魂崖的枕石坪，我们在平原上遇到了一头喝醉的猪妖，他自称还有正事要做，需要天命人帮他找点能解酒的。再多聊两句，又开始想要2坛定风装的酒。说到定风这2个字，能联想到什么？那肯定就是传说在这章能够帮到天命人过关的定风珠了。我们回到卧虎寺，一路走到定风桥，过桥在村子里找到醒酒石，还真是个宝贝啊！身披黄袍的猪哥一下就站了起来，没想到他又提出了新的需求，要填饱肚子。所以我们回到了楼梯上布满尸肉的卧虎寺，找到了已经躺在一旁的猪妖，看起来像是已经吃饱了，嘴里还在嫌弃着鼠肉不好吃，馋必有吃，想要天命人给他变。这干旱之地上哪儿给他找啊？但天命人还真有从黑风山带来的，终于是给这位猪大爷伺候舒服了。于是他就开始和天命人聊传说中的黄金之国，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斯哈里国。他认为古国的浅民并未尽亡，黄风怪和古国的消陨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他前面尝的鼠肉还有些人味儿，答案呼之欲出了。最后他的大哥曾给了他一枚晶片，似乎是关键的道具，但是这枚晶片在击败武大郎时曾被我们捡到。回到和猪大爷相识的平原，这次我们终于知道了他的名字黄袍员外。高手过招，点到为止。经过一番友好的切磋，黄袍员外表示非常尽兴，与我们一同共赴古国。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黄风岭的隐藏地区，漫天黄沙的古国遗址。猪大爷缓缓地讲起了以前的故事。原来这里的沙海曾经蛰伏着一只上古巨虫，平日里沉睡地底无踪可寻，而巨虫身上的佛力却被下界的黄毛雕鼠看中，于是施法镇住巨虫，收为己用。沙虎大王因此将鼠妖奉为了护国神圣，这正是对应了之前斯哈里国禁鼠令相关的剧情。谈话之间，一股力量传入天命人的身上，他穿越到了当年黄风大王大战巨虫的战场，也就是西游之前的时间线。深入探险，我们再次遇到了虎先锋，不过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战斗的虎先锋的老爹。证据呢，就是在打败他之后，请求我们助他大王降妖，而且他声称洞中还有2个未成年的孩子，不愿在此送了性命，指的正是虎兄和虎弟，这更是证明天命人穿越到了西游之前。
OK， 既然是天命人杀手虎先锋的亲爹，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被打倒之后还单手叫停求饶，一顿彩虹屁夸天命人有功夫。越过虎先锋的我们便来到了斯哈里国，在一个显眼的高坡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号擂鼓和一个体型不小的黄毛雕鼠。没错，他就是黄蜂大王。他敲响了擂鼓，邀请天命人一起对抗在此为非作歹多年的沙虫，并告诉我们那沙虫身上不知有何法宝，导致他的3位神锋并不能伤到沙虫分毫。在鼓声的召唤下，沙虫副板从地面钻出，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天命人扛起了与这怪虫战斗的重任，副板在他的甲壳庇护下异常坚厚，背上的甲壳也镶嵌着一个佛头，在攻击时会嵌入地里再次钻出，对天命人进行重压。当然了，先前的雕鼠也完全没有闲着，他在合适的时机击鼓，使得副板头疼倒地。趁此机会，天命人爬上甲壳，将佛头中的宝物取出，随之黄蜂大王一跃而下，加入战场，使得一手3股钢叉与3位神锋将副板打得节节败退，想必心里也是积攒了些怨气在的，尤其是之前有劲使不出，这下该欠的都还了。副板临死挣扎，连续用触角猛砸天命人，险些要命。危急关头，黄蜂大王出手，用钢叉挡下重击，并纵身一跃，用钢叉狠狠插入了沙虫的体内，给了副板致命一击。就此，为非作歹多年的沙虫终于是倒下了，满城百姓感激不尽。随着黄蜂大王的这句感谢，恍惚之间我们又被传到了斯哈里国之外，似乎刚刚的一切都只是过去发生的故事。而经此一役，我们也是获得了对抗黄蜂大王的关键道具定风珠。重新收拾过后，我们靠着之前战胜的2个先锋的看守物，打开了通往最终 BOSS 黄蜂大圣的密道。他一手握着3股钢叉，另一手则抱着灵吉菩萨的佛头，战斗中能使出曾让大圣都头疼不已的3位神锋，但先前获得的法宝定风珠助天命人破了这一招，黄蜂大圣似乎又变回了只能使钢叉的黄毛雕鼠了。一场激战过后，黄蜂大圣含恨倒地，手中的佛头也滚落掉下。贯穿本章的无头僧人再次出现，他指责孽徒偷2郎心法夺大圣根器，还要了师傅的脑袋，就为在黄蜂岭一时快活。原来他正是黄蜂大师的师傅灵吉菩萨。话语间，无头僧人体型变大如初，双手抱起自己被裹挟已久的脑袋，来了波现场街头。原来在大圣陨落之后，6根散落人间，黄蜂寻得1根，但自身修为有限，无法驾驭，于是心生歹念，暗算了师傅灵吉，砍下其头颅，将其作为存放根器、修炼邪法的容器，连带黄蜂岭再次生灵涂炭。天命人的智勇双全和不懈努力得到了灵吉菩萨的认可，就此我们回收了大圣的第2根耳听怒。那么第2回风起黄昏黄蜂岭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其实还有很多疑点没有解开，而且后面一定还会出现相呼应的伏笔内容。如果你也喜欢黑神话悟空，如果你也喜欢看啾啾讲游戏剧情故事，那就赶紧点个关注加3连吧。我们下期继续讲第3回夜生白鹿，看看在小西天这里天命人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